2020年，美国开启了直升机撒钞票模式。到了今年的3月10号，又批准了1.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。美国2020年新增的货币量约为11万亿美元，占全部美元总量的34%。可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，这本来应该对我国的出口造成重创，可是我国的出口额竟然逆天的增长。2020年同比增长了4%，今年1月到2月的时候，更是同比增长了60%，进口也增加了22.2%，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。难道美国放水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吗？那今天的这期节目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：第一，美元为何称霸天下？超量印发的货币去了哪里？第二，美国大放水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第三，面对新一轮的放水，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呢？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：美元何以称霸天下？超量印发的货币到哪儿去了？美元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，有5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历史因素，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已经有70年的历史。第二个是物资储备，20世纪30年代，美国开始称霸世界 ，GDP 占全球的50%，工业产值占全球的45%，黄金储备占全球的80%。第三个是掌握着贸易结算体系，这个在我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，利用 SWIFT 系统对全球贸易清算网络进行监控，来干预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，行使金融霸权。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第四个是维护美元地位的军事力量，比如武力控制石油。最后一个就是信用支撑，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70年里，最初的30年是以黄金作为背书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本位制。近30年是以美国的主权信用、以美国的经济和税收作为支撑。但是最近的10年，美元的霸权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就在2008年的时候，华尔街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新型金融工具，引发了次贷危机。没办法，美联储为了救市，就只能实施 QE，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量化宽松政策，大量印钱来购买美债。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持有美债，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，各个国家把商品卖给他之后，就会换来大量的外汇储备，这就跟我们过日子一样，守着这么多的现金，难道等着它贬值吗？最稳妥的理财方式肯定是国债。另外，买美债还可以让美元流回市场，来维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。所以作为出口创汇大国，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，美债肯定也不会少。截止到2020年，我们国家持有美债1.0744万亿美元。那美联储通过发行钞票把他们卖出去的国债再买回来，这就相当于把超发的货币又转移给了你，用这种方式来把泡沫转移给全世界各个国家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美国大放水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一共有3方面的影响。第一个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，市面上流通的美元太多了，这势必会导致美元贬值，进而导致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。国际热钱一看人民币越来越值钱了，就会纷纷接踵而至。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开始实施 QE， 于是大量的热钱涌入越南，高达203亿美金的不明资金疯狂拉动股市和地产，每平米商铺价值一度被炒到230两黄金，资产泡沫化严重，物价升高，老百姓就要求涨工资，越涨工资物价就越高，就会出现螺旋式通货膨胀。最后这些国际热钱套利出逃，泡沫破裂，资本大幅贬值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0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了10.6%，部分地区猪肉的价格已经突破了40元每斤，牛羊肉的价格更是连续刷新了历史新高，一些基础食材的价格像是坐了火箭一样，一天一个价。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中国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8个月上涨，不仅仅是进口国受到影响，包括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这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国也开始着手对食品价格进行调控。所以说，泡沫转移给全球的结果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食品涨价潮。所以我们一定是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的，这会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。那我们就只能用人民币去购买外汇，让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也开始增加，人民币也贬值，来抵消升值压力。但是这样做的话，又会导致我们的外汇储备量越来越大。截止2020年1月末，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了3.1155万亿美元，而且我们还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、美元股票、美元公司债。实施 QE 之后，美元贬值，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也会缩水，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。第二个是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，因为美元是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。为什么国际大宗商品都要以美元作为中间结算货币呢？正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美元称霸天下的5点
点原因，所以美元的贬值就会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，而且铁矿石、农产品、原油、金属等大宗商品在期货市场上都带有投机的性质，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往往都会选择大宗商品进行投资，保值，规避风险，这又进一步的推进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涨。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很多大宗商品都涨疯了。网友总结得很到位，铜在吼，铝在叫，不锈钢在偷笑，铝合金在狂躁，能源也在蹦蹦跳，原料成本发高烧，涨得我们想不到，股民也在玩心跳，还有芯片买不到。你像玉米、大豆、棕榈油都是农业原材料，决定着你的食品价格，而铝、铁矿石都是工业原材料，决定着你的工业成本。所以美国放水会导致各个国家的食品价格和工业成本的升高。最后一个就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。当一个国家实施类似 QE 的货币增发政策的时候，一般会引发两种效应，一种叫做以邻为壑效应。比如说美国大量撒钱导致美元贬值，美国对外出口增加，进口减少。因为美元贬值，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花更少的钱去买到更多的美国货。还有一种是与其相反的效应，因为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，所以这些在美国流转的超发的钞票绝大部分进入了美国的股市，在金融体系流转，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本土物价上涨的压力。在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稳定，是有助于这种货币国际化，成为国际硬通货的。所以我们在国内建设类似海南的自贸港、自贸实验区，大量进口国外商品，让老百姓在国内买进口货，不用到欧洲、美国、韩国旅游的时候疯狂购物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顺差，稳定汇率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面对新一轮的放水，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？总结起来就4个字：发展内需。我国在2020年提出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。过去我们的生产能力很强，国内消耗不了这么多的产能，我们就只能以出口为主，赚了一大把的外汇储备，然后就陷入了上述的困境。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，我们加入到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，扩大内需，增加贸易伙伴间的进口，不但可以平衡顺差，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，还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。出口大国不一定就是经济强国，因为出口大国可能是来料加工型、劳动密集型，出口商品可能是原材料、农副产品等。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连续在10年里都是世界靠前的进口大国，那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。因为进口大国的人口消费国外产品的能力一定很强，否则进口的商品卖不掉。其次，它有比较强的外汇支付能力，也就是说有比较多的国际贸易硬通货货币。再者，进口大国在世界上具有商品、大宗物品的定价权，因为大规模进口对于卖方来说有定价能力。到了一定阶段之后，进口大国的货币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，使用本币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。总结起来一句话：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你东南西北风。